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来看到最新的伊朗战报，现在战火呢是持续的向外扩大吗？伊朗呢是再度袭击了，科威特啊、巴林、以色列，通通都响起了防空警报。这是科威特武装部队表示啊，有数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对雷达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且引发机场的燃料库大火。而过去24小时啊，伊朗呢就向科威特发射了15架的无人机。而除此之外呢，伊朗也去袭击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空军基地，一台关键的E3预警机也受损了。好，这个预警机哨兵预警机27日在伊朗对沙烏地阿拉伯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了，那它的受损程度是无法修复的，这很明显的就会削弱美国空军管理战场的能力。好，那阿拉伯海现在也不太安全了，伊朗炸美军支援舰，结果阿曼最大的港口呢，现在也挨轰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啊，攻击了一艘位于阿曼沙拉拉港外的一个美军后勤舰艇。沙拉拉港呢是阿曼最大的港口，但是很特别的是什么呢？沙拉拉港根本就不在荷姆兹海峡附近，它甚至不在波斯湾哦。可以看到呢，它距离这个两方是非常的远的哈。好，那面对阿拉伯海啊，还有距离荷姆兹海峡直线距离大约是500公里哦。好，那位在沙拉拉港外的一个美军舰艇，如果真的遇到袭击的话呢，这代表什么？代表啊，战争呢外溢范围是更加的广泛了。而这个时候呢，川普人就在迈阿密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优先高峰会发表演说，这个会议呢刚好就是由沙烏地阿拉伯去支持的，那么与沙烏地王国投资机制有关。没想到川普的演讲竟然是嘲讽了沙烏地阿拉伯。He didn't think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He didn't think he'd be kissing my ass. He really didn't. He thought he'd be just another American president that was a loser, where the country was going downhill.But now he has to be nice to me. You tell him he better be nice to me. He's gotta be. 在这个时候讲这种话是不是有点白目呢？不过川普随后就表示了说什么说海湾国家受到战争的直接打击，远比许多人公开承认的要严重许多。你也知道他受到你们开战给拖下水来，结果这个时候竟然还说要对你好一点。好，不过现在呢，大家很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地面战真的要开始了吗？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7日宣布，2栖攻击舰迪黎波里号已经进入了责任区，搭载上了3500名美国海军还有海军陆战队人员。那么地面部队是不是就要进入伊朗了？各界是高度关注，而且现在呢也说了，说海军在本周已经正式调动老布希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要从维吉尼亚州来出发，直接要开赴中东地区，跟其他2艘航空母舰来进行会合。那这就是史无前例的出现了3艘航母，包括了老布希、福特跟林肯号，都要来进入中东，来针对伊朗的战斗任务。好，那现在他们3艘航空母舰齐聚中东，真的要出手了吗？现在美国官员就透露了，说五角大厦其实也正在为伊朗展开为期数周的地面行动来做准备。截至周6还不清楚川普会不会去批准五角大厦的计划，但是伊朗呢其实也有拱形防御，就是呢7座岛去加强德黑兰对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我们来看到这张地图，确实伊朗就有控制着这7个关键岛屿，这个岛屿呢就能够去分布在波斯湾的入口处，那伊朗就可以利用它们呢去进行对于这些通过船只的一些监控追踪，那就可以实际掌握荷姆兹海峡。那么现在也传出了说五角大厦呢要以其中一个岛来作为夺岛的目标。原本大家说呢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拉拉克岛呢？结果现在被说了是这个阿姆穆萨岛。
说呢这个岛屿啊，它虽然面积很小，但是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因为呢它就在荷姆兹海峡的一个入口处。好，所以说夺下这个岛，难道真的就能够让美军重新的夺回所谓的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吗？好，我们先来请教彬哥。所以现在伊朗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步骤，不断的对周边的国家展开攻击，而且他开始去打你的机场、打你的雷达，甚至把美军的预警机也打掉。那预警机打掉，对美军来讲当然受伤很重，因为你的战场的很多态势你就没有办法预先知道，这样对美军的战力会形成严重影响。那当然美军应该会赶快补上这个缺口。那可是现在就是这场战争这样一直打下去，周边的国家越受伤越重。那请问一下，美国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一个态度？就是他想要得到什么样一个结果？因为现在看起来，他如果不派地面部队，显然他没有办法终结伊朗这个神权统治。可是他派地面部队真的划算吗？那派地面部队，你要准备要打多久？但是我觉得川普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解释他到底在想什么。你在人家的场子、人家办的活动里头去叫沙尔曼 kiss my ass， 这个我觉得沙尔曼是个狠人呢。我觉得川普最好不要小看他。现在当然他有求于你是没有错，可是沙尔曼是那一种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人，所以我觉得川普最好也不要过度骄傲，过度骄傲到最后有一天形势转变的时候，沙尔曼也是会报仇的。我觉得他最好心里要想清楚一点哦。那当然，现在你看到美军的航母过去了，可能3艘航母会集结，那可能有上万名的军力，然后陆陆续续抵达这个伊朗周边。那可是他真的是要去进行夺岛作战吗？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疑惑的。也就是对，现在伊朗靠着控制这一些岛屿，他去辖制住了荷姆兹海峡的出入。那可是问题是，美国去夺岛，其实对美国来讲并不难。以美国的军力，他要夺这些岛，其实不会太难。问题是，他夺下来之后呢？夺下来之后，你自己如果在这些小岛上面驻守，这些岛上缺乏这些掩体，没有办法让你躲藏，那你在上面就换你挨打。因为伊朗的火炮就可以直接攻击，他连无人机都不用，他直接用火炮就可以打你。那请问一下，你的军队在上面能挨得住吗？这就是个大问题。然后你守这些岛，你准备要守多久？所以这些对美国来讲都是一些盘算。当然，我相信五角大厦现在已经把各种各样的态势都做了分析，然后大概就呈给川普。那他们大概也应该会告诉川普，采取各种不同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然后战损会多少，那预期的目标是多少？我觉得他们都会去做评估。那现在就等待川普的决定。那重点就是在于川普这个人的决定常常会出人意表，他可能不见得是按照正常的军事的这种思维去算，而是按照他政治甚至跟股市的思维去算。所以他到底会做什么样的决定，这就很麻烦。那但是伊朗会不会早就预期这些岛会被夺？我相信会。所以我觉得美军恐怕也不要太拖大。假设你真的去攻这些岛的时候，岛上搞不好有一些东西在等着你。也许有一些鬼雷啊，也许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埋伏啊，什么东西。我觉得伊朗是会做这种准备，因为你看现在伊朗他越打越有节奏，而且是有条不紊的，不断的针对目标在进行对等回击。你打我什么，我就打你什么。你攻我的学校，我就攻你的学校。像伊朗甚至还宣布说，因为之前他们的学校遭受袭击嘛，他现在要打，还先告诉你，你最好我要打你的学校，你们最好离这个学校1公里之外，我不希望有人受伤，但是我就是要打你的学校。所以这样子的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其实时间越拖越久。我看到台湾 PTT 版上面还有人说，拖得越久对中国越不利。我不知道对中国有没有利，但是我只知道拖得越久对美国越不利吧。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周边国家都很不利啊。而且周边国家如果美国能够展现强大的军力去保护住他们的时候，那美国在中东的威望是提升的。可是问题是，现在显然伊朗去攻击这些国家的时候，美国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对，让他的周边国家一直不断的挨揍。那这些国家虽然对伊朗绝对会感到愤怒，可是他们对美国的威信还这么有信心吗？因为美国显然没有办法保护住这些国家，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威信其实也是在下降之中了。川普千万不要误判了形势。好，来看到这个荷姆兹海峡的伊朗7岛联星，真的有可能被美军给破解吗？岛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等着美军呢？请教张将军。
我认为那个美军犯了2大禁忌。第一个，他最怕的是大型的地面战。如果大型地面战呢，那美军的伤亡就会相对的升高，也比较明显。那他这个就变成他自己缚手缚脚，放不开。第二个，我认为美军怕战损一定跟重大的牺牲。那你就打仗的话，你一定会有牺牲，会有战损啊。那你如果怕牺牲、怕战损，那就不要去打仗。那现在他派的竟然是小规模的海军陆战队跟82空降师，那没有办法形成气候啊。所以我认为他这2个的禁忌把自己给拴住了，你就放不开，那怎么样对伊朗？所以我们到现在来看呢，那美军也犯了一连串的这些错误。第一个，他喜欢夸大战果，说伊朗没有报复能力了，伊朗已经没有战力了。结果没想到伊朗的真实承诺一波接一波，换句话说，美国的战略情报是有问题的，还是说他为了心理战还有新闻战故意夸大，结果跟事实相距甚远，变成他说话的可信度跟真实性下降？那大家可能就久了就不相信。所以我认为这个战争啊，他过度乐观，讲要打4天啊，结果打了1个多月。我判断不是光打到4月哦，如果要进行地面战，可能就要打到5月了。那这样下去的话，对美军会极不利，因为美军是远道而来，远渡重洋，并没有那么轻松。那再来一个，我们认为他时间延宕，没有一鼓作气，因为他逐次用兵，现在还要调，我们还要调这个布希号的航空母舰过来，那为什么没有一次到位？打伊朗，伊朗是个中型大国，国土面积164万多平方公里，非常大。欧洲4个大国，包含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通通加起来的面积也只不过155万平方公里，还比伊朗小。所以伊朗是个大国，派2、3航空母舰哪够啊？会捉襟见肘，会感到兵力不足，就会变成逐次投入，那这样子就没办法达成关键性的战果。再来就是说反导系统也不够，你看它的这个E3的哨兵式的这个预警机、空中预警，这是最新型的，比 E2D 还要多功能，结果还被伊朗的无人机给炸到，可能短暂时间是没有办法完全修复，也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一场，它是没有办法再发挥功能的，一定要还从美国本土来调拨过来才有办法。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咱们整个的战略情报判断是出了重大的问题，可能报喜不报忧，让川普做了错误的战略判断。那我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的高。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到现在为什么没有看到美军要准备战略预备队？不是海军陆战队31远征军上去了，或者80空降上去就够了。战略预备队先摆到前面，兵力不足的时候，美国陆军要上去，赶快上去，要不然你这个战略预备队能够在没有状况之下，你前面孤军深入或火力不足，那你这样怎么样会让伊朗做屈服了？很多的整个战略的节点，我认为美军都没有做得很好。那现在他要去夺这个拉拉克岛，夺的意义，我到底战略目标是什么？夺下来有什么意义？那么多岛屿，那伊朗在它的海岸线还有它的这个内陆有地对舰的反舰飞弹，也可以发挥封锁这个荷姆斯海峡的能力啊。所以他夺拉拉克岛有用吗？造成美军伤亡，夺了这个岛屿却没有发挥它的战略价值，那它的评估在哪里？因为波斯湾有那么多岛屿，你夺一个小岛会产生关键的影响力吗？我认为这个大有疑问。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做一个专家的战略研析跟判断，再做战略决定，不可以草率用兵，要不然的话，这战事还会再延宕，不是4天变4周，然后4周变成2个月、3个月都有可能啊，那不是变成逐次投入，造成美军更大的包袱，反而作战节奏被伊朗所掌握的顺风顺水，那对美军来讲会产生明显的牺牲，就比较不好了。好，美国跟以色列把中东各国给拖下水，结果现在竟然还对沙国的王储是这样子的态度，难道这些中东国家跟美国方的关系，他都不担心会生变吗？请教李大中老师。那其实我们看好，其实从去年开始，其实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关系是密切的，包括川普的这个中东出访啊，沙特阿拉伯就是他重点出访的对象。
而且当时谈了很多能源的合作，还有包括像各式各样的一些投资似乎双方已经在修补关系，因为拜登任内期，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其实关系是比较有疑问的。但我覺得現在川普對於沙烏地阿拉伯這樣間接的批評，多少也反映出可能美國認為說目前他對於美國重要的盟友還有夥伴的表現是不滿意的。從美國從一開始說這個荷姆斯海峽打開封鎖，不能只靠美國每個國家都要盡一份力氣，那他批北約批歐盟，那可能某種程度也是批判在這地區裡面的一些美國最重要的盟友夥伴，你們表現的不如美國的預期等等。所以我覺得川普的這樣的批判可能也反映出他對目前戰爭陷入焦灼，可能要邁入延長戰的一個憂心，或是一個心中的一個不滿。因為很快時間過得很快，228到現在馬上進入到第5週就會進入到一個新的一個階段，而且基本上很明顯這次的衝突已經外溢了，擴散了，而且並不是往我們前幾天還有預判說有可能要怎麼講降溫，因為川普一直在暗示說要談判，已經在談判，可是這幾天就沒有那樣的氛圍了而且美國的打擊這個規模越多，以色列是如此，同時伊朗的報復，伊朗的反擊也沒有任何收手的這個味道在。那第二點是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們看美軍的一個戰損尤其是以空軍而言從一開始呢3架 F-15的確是被科威特這個防空系統所誤擊之外，基本上美軍也有一些怎麼講一些傷害了，但是這傷害可能在數目上不是很多但是從歷史上來做比較還是不能夠小看比如說它的 F-16伊朗前幾天說有擊落，但美國沒有證實。那還有包括 F-35是被擊傷安全的這個返回，還有包括這個 E-3這個空中運行管制機，還有包括空中加油機，這些大部分是在地面上被擊毀或被擊傷不是在執行任務，但是不能小看。那另外呢 MQ-9美國的大型的無人機主要倒過來它是在執行任務時候被擊落，那少部分是在地面在機場裡面被擊毀或擊傷但是我覺得對美國來說這些都是很特別的要非常注意跟小心。那最後我覺得美國跟以色列的打擊也數目很大，因為美軍現在打擊11000個目標，以色列是3000多個，基本上雙方有一定程度的默契，分進合擊但是拖越久對於美國我覺得是還是不利的。好，拖越久越不利，所以夺島地面戰真的有可能會發生嗎？我們休息一下，廣告之後繼續談。好，目前伊朗的德黑蘭是不是已經面目全非了呢？來看到這個是史上最狂妄的這個空襲記錄，因為怎麼樣，它一天呢就遭到了701次的空襲，創下了記錄。好，這個是過去24小時內伊朗就遭逢高達701次空襲，創下開戰以來單日最高紀錄，造成了100餘人傷亡。於是呢，革命衛隊也去下最後通牒了，說呢要求在3月30號中午前公開聲明譴責，否則的話呢，他們就要對美國設於中東地區的海外大學分校來發動報復性攻擊。而現在以軍呢也是出動了非常多的戰機去打擊哪裡？打擊伊朗的核武設施以及武器基地。好，以軍呢是出動了50餘架的戰機3波打擊持續了數小時，目標分別就是位於阿拉克的重水工廠，還有位於雅茲德的一處用於生產鈾濃縮所需要爆炸材料的特種設施，還有一處武器生產基地。而現在呢，是不是美以的無人機也都越來越難以應付了呢？伊朗的通訊社就報道呢，說有一架以色列的 Orbiter 3無人機在伊朗南部的上空被擊落了。好，那美以軍的長航時無人機最近呢出現次數開始下降，原因可能就是因為他們被擊落的架次是越來越多了。好，那除了這個以色列的無人機之外呢，剛剛說到了美國的無人機，也都被伊朗給擊落了嗎？
来看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声称了，说呢他们的防空部队啊，在该国南部空域击落了一架美国 F-16战斗机，还有一架 MQ-9死神无人机。声明也补充了说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啊也承认了他们的 F-16战斗机呢就是攻击的目标。好，那现在呢，伊朗也对以色列内啊有多处的战略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他们的行动重点呢，打击了海法的电子战与雷达中心哦。这个雷达中心呢，就是相控阵雷达还有卫星监测设备的一个核心基地啊。那如果打击的话呢，就直接削弱了以军的防空拦截能力。而这个时候啊，就连古本里安机场的燃油储存库呢，也是一样，再次遭到了轰炸，导致啊美以战机燃料的供应呢，就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困难。好，那这个时候呢，起初以为有一个伊朗的弹道飞弹呢，也去袭击了哪里呢？以色列的尼格夫。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原本以为啊，它是要瞄准哪里？太阳能发电站，但是呢，打偏了，不是打中太阳能发电站，结果他们才发现啊，它其实不是打偏哦，它可能是故意瞄准几公里外的空军防空学校。这个学校是以色列唯一专门训练防空作战士兵还有军官的基地，它负责从新兵到高级指挥官的训练，也包括去使用各种的防空系统训练。所以它现在呢，也要从这个源头来开始打击了吗？那以色列现在的做法呢，也是开始被大家质疑，它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血腥的无差别攻击呢？因为华邮就报告了，显示呢，美以在2月28开战以来啊，空袭的遭殃的学校啊、医院啊，还有其他的非军事设施呢，已经造成了伊朗平民近1500人丧命了。而且现在以色列还去打黎巴嫩，包括了黎巴嫩的南部上空呢，也都升起了滚滚的浓烟。他们虽然是有下令民众要撤离这个黎巴嫩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呢，世卫组织现在就说什么？黎巴嫩呢，既然连医院也成为他们的袭击目标了。来看到这个是黎巴嫩卫生部长记者会上面就举着一张被以色列炸过的救护车照片，说：“你们看这个是有像军事设施吗？你们有看到火箭吗？这明明就是救护车呀！”但是他还是攻击下去了。不仅如此，就连记者也在以色列的攻击中丧生了。这个3名记者都是黎巴嫩的记者，而且呢，遭攻击的目标啊，还是一辆非常明显就标记着新闻的车辆，导致呢这3名记者都死亡了。那么以色列的国防军是声称呢说，是因为其中一位记者呢，他是恐怖分子，一直以来都是以记者为幌子去从事活动，但是他这样子声称却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所以对比这个伊朗，他要在空袭炸美军的大学分校之前还警告，结果以色列却是这样子的无差别攻击，国际舆论难道不会对他不利吗？我们请教彬哥。其实伊朗现在看起来就是你打我什么我就打你什么。那我也觉得美军跟以色列很糟糕的是，你现在一直不断的去攻击人家的学校，到底是干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糟糕。你们到底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学校下面是军事基地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要去攻击这样的目标？实在是这个对战争到底有什么帮助？除了造成平民伤亡之外，所以我觉得伊朗看起来还比较有品，至少我要打你的学校，我先知会你，然后我再打。然后而且还叫你先离开，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自己身为世界霸主，连最基本的战争规则都不遵守，这样子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糟糕。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慢慢抓住了就是西方武器的，包括以色列、包括美军的一些弱点，开始可以锁定他们的无人机进行攻击，那甚至慢慢逐步的把他们的飞机打伤，或者甚至打下来。那 MQ-9 过去连胡塞都打得下来，所以伊朗能够打下来一点都不奇怪。伊朗过去也曾经打下过 MQ-9， 所以我们台湾自己最近还很高兴说要买到 MQ-9。大家没有想过 MQ-9， 假设台海真的开战的话，它会不会第一个就被打下来？因为你去想想看，如果连伊朗胡塞都可以打得下来的话，你认为老共打不下来吗？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自己在买这些武器的时候，是不是要先仔细想想，它开战之后存活率到底多少？然后，伊朗现在逐次的在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攻击，然后打他的机场，打他的这些相关的雷达站，然后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的预警能力越打越差。实际上也看得出来，从开战的时候，以色列大概可以在5-6分钟前预警，到现在低于16秒时间。几乎是没有预警，而且它的铁穹看起来对防御力能力也越来越差，很多地方它都防不住，导弹都可以直接落地，直接打中目标。所以显然以色列的防空能力是被削弱，伊朗也慢慢找出它的弱点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绝对是个警讯，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目标被击中。那以色列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攻击？不要忘了，以色列去年因为加萨走廊的战争，然后一直到今年，以色列人民这几年根本没有过什么好日子，一直处在战争的阴霾当中。那以色列政府觉得这样子是对你的经济、对你的民生不会造成严重影响吗？这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那可是呢，以色列在战争的时候向来是非常血腥、毫不留情。我们在加萨走廊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看到，以色列当时我管你什么医院、学校、什么记者，他全部不管，只要他认为是目标，他就攻击。加萨走廊短短几个月之内造成记者的死伤是，老实讲近代战争之最，这是非常非常可怕。他几个月的时间之内杀死的记者，比俄乌战争4年杀死的还多好几倍，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有多凶残。他根本没在管这些东西了，他明知道你是救护车，明知道你是记者，他照打不误。他根本没在管，他也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据，只要他说是就是了。老实讲，他现在指控这一个记者说他是间谍，说他是这恐怖分子，那你不会抓人吗？你们都已经可以瞄准他，你就直接把人逮了，不就好了？你拿出证据来折服人呢？结果不是，我直接先把你干掉。那我干掉你了之后，我就不用提供任何证据了，无所谓啊，反正我已经达成目的了。反正死人不会说话。是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但是你说全世界会讲话吗？抱歉，大家都不会。这就是强权，世界已经进入丛林法则了。相较以色列，它已经进入无差别攻击了，反而倒是伊朗，它的这个打击是越来越精准了吗？请教张将军。那现在就是美军为什么 F-16会被伊朗所击落？因为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这个轰炸航路啊，就是轰炸走廊，它每次出击的轰炸走廊已经惯性被伊朗所掌握，他就在这样设埋伏点伏击，等到这个 F-16或者将来的 F-15或者是 F-35要过去的时候，从这张做出其不意的伏击，就把这飞机给击落，让它这个猝不及防，因为它这个地方做埋伏，因为这个轰炸航路就这几条，从以色列过来就出击，一看就知道，从机场起飞，大家一看这个起飞试驾，马上伊朗就会知道，因为机场起飞一定看得到嘛，机场它没有盖天花板啊。那同样的，美军一起来，他可能也会知道，你就这几个驻地，在巴林、在卡达、在科威特，还有在阿联酋，就这几个地方啊。他一看你起飞了，那一看马上通报，对，4个小朋友上街了啊，他就知道有4架飞机起来了。4个，然后这有8个小朋友起来了，然后其中有2个是什么？另外6个是什么？马上就传个简讯就知道了。现在这种通讯软体。还有这种资讯的传播非常多元，他也不要讲明话，讲个暗语就可以了啊。今天4个粽子，4个粽子就知道，有4个粽子它挂得满满的嘛。那这样子就会，这种伊朗它就会有预警，预警之后，那以色列或美国所出击任务的任务机风险就升高。另外一个，他所能够获得的战果，轰炸的战果就小了，因为伊朗可能先躲起来了，所以感觉到。这个以色列尽了洪荒之力，出了非常多架直击炸伊朗的目标，人家已经先准备好，那个目标放个假的在那边，感觉到战果辉煌，其实战果有限，因为被骗了，被欺敌。那欺敌伪装，还有地下化，伊朗在这一方面经过40年的战场经营，所以它的战损就会相对的降低，让这个以色列或美国徒劳无功，花了9牛2虎之力，那所造成的战果，所以感觉到，然后川普还没力，本来说要打4天，后来打了4个多礼拜，感觉为什么？因为炸的是假目标，真目标在藏于9地之下，所以变成这样，还有它的伪装。那现在我要认为，这个伊朗所采取的是对等报复，以色列打
这个伊朗的核设施，他就打以色列的核设施，就变成这样。那这样的，他变成伊朗，他师出有名，他被打到以色列核设施，你先打我啊！同样打炼油厂，也是以色列打他的炼油厂，或打他的这油井，他也打他炼油厂跟油井。那现在是变成学校了，以色列去打他的学校，他现在开始打以色列还有美军的这些大学。他讲我准备要打你们学校了，你们先打我学校，所以变成在话语权上面，伊朗略占优势。因为它是被动还击、对等报复，就是这样。那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这个已经渐入啊，由报复战可能会进入焦灼战。那焦灼战叫它要又报复又焦灼，然后没有办法分出胜负，变成因为这利空时来看的话，会对以色列或美国不利。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空间隔了这个1000公里，长途奔袭才去轰炸伊朗的目标，回来也要1000公里，也要经过空中加油，再回到以色列的空军基地落地，所以啊，变成了利空时来看呢，就比较对以色列跟美国比较，对伊朗方面，反正我就在家里面，我等你嘛，我以逸待劳，我先布好天罗地网来这边等待，所以来看长时间耗下去的话，那个美国跟以色列是事倍功半。不过现在美以联军为什么都去炸这个贫民区？难道是因为他们已经炸不到伊朗的一些重要的目标了吗？我们请教李大中老师。对，我觉得现在从228到现在，很明显是美以跟这个伊朗基本上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好，而且这个打击的目标是越来越这个怎么讲，越来越涵盖性非常非常广。哈，一开始以伊朗的打击而言，一开始对于这个周边国家的这个能源设施还是比较忌惮的，它并没有全面放手，可是它开始打击的非常广。那与此同时，其实以色列对于伊朗境内的能源设施打击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再这样往下走，基本上就比较难以乐观，看不到什么任何的这种降温的这种征兆或是一些征候，就是会持续的上升。那刚才有特别提到说，其实美国跟以色列是应该有一些某种程度的分工，但是美国的这个军事能力大概在能量上还是大过以色列很多。好，所以到目前为止，美国所宣称打击的目标是超过11000个，那以色列是3000多个，而且一开始可以看到双方的重点还是有所差异的。对以色列而言它在第一波这个主要打击对象就是伊朗的高层，斩首行动这个政治还有神权，包括情报、军事的首长等等等等。其次，以色列比较在意的地方就是核子设施。要一劳永逸把它铲除干净，包括研发。那其他就是弹道飞弹相关的能量等等。那对美国来说它的能量比较大，它是全方位要去削弱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能力。那但是到了这2个礼拜，很明显看到它有个重点是放在要能够去怎么讲摧毁任何这个伊朗跟它封锁荷姆兹海峡相关的军事能力，成为美国首要的打击对象。好，这是一个差别。但是刚刚特别有提到说，那美国有这么多一些军事的部署，其实现在最关键的地方是除了这你来我往的这种空袭、精准打击之外，美国有没有可能准备大规模的地面行动？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局外人都只能是一个想这是未知数因为这是川普的一念之间川普的决断。但是重点是要采取大规模的地面行动，就像刚才将军所说，你一定要准备好能够待命好。那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因为这个第31陆战队的这个远征队从冲绳出发，才刚到目标区。从加州出发的第11陆战队远征队还在路上。就算把这2支部队加总在一起，也不过就数千名的陆战队不管是你要去夺岛或是哈格岛，或是控制波湾周边地带，我觉得都可能还难度蛮高的。所以现在美以联军不断的对贫民区来进行轰炸，这换来的是胜利，还是其实是反战的一个难以停止下去的仇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黄简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内国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简秋好，各位朋友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简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胡文琪。简秋好，大家好。
伊朗战事当然现在还停不了。川普虽然讲了5天啊谈判要延后，然后但是其实双方的互炸互轰现在反而是更密集。其中伊朗24小时之内挨轰了701次，被说是破纪录。川普等于是下令说我们要暂缓公开这样讲，结果下令所打的这个次数却是从开战以来最密集的。这个人权监控组织的估算，目前这个701次空袭已经是单日最多。那么空袭的对象包括了能源设施，包括了当地的大学。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下通牒，要求在当地时间3月30号中午以前，要美国你去谴责。如果这个是以色列干的，不是美国干的话，那将会袭击美国大学在中东分布的分校，作为复仇。这当中当然分校的数量可不少，所以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中东地区这里就学的年轻的学生哦。所以当伊朗的弹袭美军也持续进行，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个是E3空中预警机的画面，直接被炸成2半了。除了这个，还有无人机也被发现被炸毁。同时，伊朗也不断的发布到底做了哪些攻击，这一波一波已经到了85波的攻击跟轰炸。伊朗革命卫队还声称击中一架美国 F-16的战斗机，位置是在法尔斯省南部击中的。随后，它虽然被击损还是飞到了沙特这里的基地，要实施紧急迫降中途却坠毁了吗？那么现在美国到底要怎么样？刚刚前一段我们提到了川普自己讲，下一个是古巴，已经往古巴走了吗？又要叫媒体不要报道，又说还是古巴到底是不是已经乱了脚步？而那这个重要的决策有没有地面部队？现在既然已经抵达了中东，2500个陆战队员究竟是不是准备要轰炸登陆作业，准备展开哈尔克岛？白宫跟军方过去1个月持续的密研，根据美国的各种媒体的报道秘密的研究，这个2500人进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把荷姆兹海峡拿回来？这个任务呢，并不是为了全面的占领，而是透过特种部队、正规部队混合编制，来针对威胁商业航线的飞弹基地进行定点的清除。先前钻地弹把这个荷姆兹海峡沿岸的陆地诈骗了，但是并没有武装解除，难道占领哈尔克岛就可以吗？当然，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赶快说，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就等川普点头。当2500名陆战员到了的画面让7舰艇也抵达中东，开战1个月，已经进入第1个月之后开始第2个月咯。那么美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动作跟画面，现在到底要往哪里去，要做什么，全部都只能待命。所有的内容，还有现在到哪个位置的时候都没有对外公布。不过这个伊朗方面可是呛得很酸，哇，超酸！我看到这个发文的时候，他直接呼吁 Hollywood Army， 你们这些美国好莱坞大军，我们欢迎你们来了。同时发布的影片当然是他们自己部队的雄壮威武，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等你们等很多年了，没有再怕的，来吧，我们准备好了。最后还有个温馨提醒，那酸到最高点。不要忘了带尿布哦，酸什么大家都知道。所以伊朗对这2500人是准备好在等的啦会不会真的发动陆战的部队？我们等着看，也会让战事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因为连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担心，如果这些美军真的登陆哈尔克岛的话，就会成为火把，那将会另外成为伊朗杀害成群美国人的机会，会是一个炼狱。而在 G7 现在正在举行，欧洲国家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由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去现场跟欧洲这边联络，希望进一步，我们也要你们参战但要你们一起来加入关于荷姆兹海峡的保卫战，包括护航等等的。但是这个报道里面 Ashes 里面的报道，其实火药味十足的一次谈话，里头很多国家的这个领袖都质疑说，你们美国不是说要对俄乌战争赶快要画上句点要结束了吗？到现在1年了，都还没有结束，你现在要我保证另外一件事情吗？双方针锋相对，当然对于欧洲要去参与的这个需求很难得到认同。所以川普想撤军伊朗，其实他口已经不是1次了，好几次了，但问题就是没那么容易。美联社提出来几个疑点目标没办法达成就没办法退包括他提出来要彻底瘫痪伊朗飞弹能力他还在打，你怎么喊胜利？还有摧毁国防工业基础一样，歼灭海空实力就完全无法，或者永远不允许伊朗接近核武门槛，或者是最高规格保护中东盟友，怎么保护？现在中东没有，通通被炸了
是因为美国。那同时，这个荷姆斯海峡如果像上一节我们提到的红海也被控制的话，那就是全球的能源都被掐住了喉咙。将军。当然，美军现在有2支2栖攻击舰队，一个迪里波里号，另外一个全斯号，另外82空降师也准备动员1个旅。那目前我知道的是，82空降师师长已经到了中央司令部这边正在开会研拟作战计划。所以我认为美军遂行地面作战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的啊。那到底美军在地面作战会采取什么行动？按照目前计算的话，2支这个陆战队再加上1个这种空降旅，总共加起来将近地面部队有1万个官兵。那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在这边跟各位做个分析。如果说按照美军自己的说法来讲，他有4个行动方案。第一个行动方案就是夺取哈尔克岛。那这个第2个行动方案它就是要夺取这个在这个荷姆兹海峡外面封锁荷姆兹海峡的外海，让伊朗自己的油也送不出去那第3个跟第4个方案分别是夺取这个阿布穆萨岛跟这个拉拉克岛这4个岛，在这个地方来开放荷姆兹海峡。那我认为这4个方案来讲的话，最可能的行动方案是夺取拉拉克岛，用地面部队就是2栖攻击舰队夺取这个拉拉克岛。为什么呢？第一个，就任务而言的话，现在很明显，美军最急迫的任务是要开放荷姆兹海峡，让荷姆兹海峡通行。那你如果说是去夺哈尔克岛，你可能可以这个跟伊朗谈判交换这个目的是只是切断伊朗对外的这个作战的能源，切断它油不能够外卖，跟封锁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一样。可是你仍然这个荷姆兹海峡仍然没办法开放，你要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话，势必就要控领这边包括格斯姆岛、拉拉克岛，还有这个阿布拉萨岛这几个岛你必须要控领住。这第一个就任务而言，我认为必须要夺取。你那2个你达不到你的作战目的，目的就是要开放这个岛。那第2个，我们就这个伊朗可能采取行动。你打仗你不能光想我自己要怎么打，你要想象敌人会做什么动作。那现在以伊朗来讲的话，当然很明显的，他可以利用格斯姆岛这边他已经有的基地，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布雷，这是第一个手段。但是目前看起来他好像还没布雷，因为他会开放一些船只通过的话，代表他还没有完全的布雷。第2个，他可以用快艇对这些油轮做攻击。那第3个，他可以用无人机攻击这些油轮那这些方式，如果说是这个伊朗采取以上我讲的各种行动方案，你控领了拉拉克岛，是不是在这边部署了这个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的这种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现在有一种无人机它可以拦截无人机，你部署在这边就近就可以拦截到这些无人机。那第2个，你控领了这个岛之后，可以移岛制海，在这个地方我起降我的阿帕奇直升机这个对你这个在准备出来布雷的这个快艇，我就飞机上面的机炮对你来实施扫射，或者 A10攻击机来对你们这些舰艇来实施攻击跟扫射。当然如果说是你用这个布雷的方式，我可以对你的布雷的快艇也可以做攻击。你用快艇来攻击这些油轮，我也可以控制到。第3个，我认为就这个美军来讲的话，它的兵力部署夺取拉拉克岛的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的舰队不用通过荷姆兹海峡，它舰队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对拉拉克岛发起攻击，避免自己深陷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危险。那第3个你看，如果说是这边有一个拉拉克岛这边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是安曼，还是美军的基地？那在这边有美军的，包括80的第5舰队，还有这个在卡达的乌代尔空军基地，所以这个地方的制空制海还是在美军的掌握之中。如果他的2栖攻击舰队停在这边，大家可以注意到2栖攻击舰队，他夺取这个岛之后，再夺取在阿曼的这个突出部这个位置等于是形成一个三角，互为犄角，相互可以掩护支援。就是这个舰队可以掩护这个岛作战，那这个岛可以可以解封荷姆兹海峡。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是这次美军要采取行动，我认为最大的可能行动按照我自己推算是这个夺取拉拉克岛的几率最高。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川普讲了，他说要延后10天大家都在说他是不是又 taco 了？其实我不认为他 taco，
我认为他大概你算好，他为什么讲10天？我觉得10天之后刚好2栖攻击全4号的2栖舰队到哈，然后他的后勤部署跟作战的这个战备集运也可以完成准备。所以我个人研判哈，这个美军的动手可能就诚如川普自己所说的，10天之后可能就是他陆战队发动地面攻击的开始的日子哈，这可能性我们不能不排除，我认为这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川普也说延后10天，同时他说停止攻击能源设施，然后隔天就打啦。所以杨老师对于现在川普的决定来讲，大家就最核心的当然是荷姆兹海峡究竟运油能不能顺利。现在伊朗跟美国之间呢，好像一个胆小鬼游戏，也就是2个车子这样相互的面对面往对方开去，在赌谁先转弯，谁先退后，谁先就是愿意谈判，接受对方的条件。目前看起来都不容易。可是伊朗这边呢，他就是用以牙还牙，然后呢对等报复。对，所以你打我能源，我就回敬你的能源。然后呢，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其实不只是攻击，连防卫的飞弹都越来越少。以色列的参谋总长自己都说，再打下去，军队可能要溃散了。那美国也帮助了有限。美国在这个区域的部队，今天他的这个预警机E3也被炸了，因为他的铺路爪的雷达第一时间被炸，他调了6架预警机来。那事实上，预警机没有，你接下来怎么去，甚至连飞机进入到伊朗境内轰炸都不行。海湾地区的这些国家，他们的能源设施、他们的海水淡化，如果一旦被炸，那是全球能源危机，全球经济受挫。所以美国所面对的损失是不只是海湾地区，也包含他自己的军事上。所以如果再打下去，美国可能这个伊朗战争对美国而言，就像是1956年的英国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也就是那个霸权真正转为衰退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欧洲的国家 NATO 已经不太理你了，从关税战到现在，亚洲中国的强大，你现在掌控中东都打不过伊朗，你也不敢去打地面战争、夺岛战争，因为对伊朗而言，它就是对等报复嘛。那你说我要持续的威胁轰炸伊朗，让他退却，让他的支持度减少，能够吗？现在光美国已经轰炸伊朗11000个目标，死亡1500人，受伤2万人，你再炸下去也就是如此。所以他们就威胁说，所谓的地面部队你真的夺岛，不管是哈尔克岛还是这个荷姆兹海峡，其实夺岛就会死人，你守岛更难。然后又如何？那个战略位置，你能够得到伊朗的怎么样的退却？他根本这个退却不会，他就是持续跟你打。所以现在就是川普可能就是在等待一个时机点，让伊朗也跟他能够有透过第三者，特别就是巴基斯坦，能够去谈判相互的退让。我觉得伊朗谈判的空间是有，因为他到目前为止都用对等报复。他如果要跟你这个全面性的报复，这种打死仇的话，那一次就把你全部打掉了嘛。那为什么他用对等报复？我讲，也就是波斯湾地区的能源设施、巴林各个地方的就是海水淡化厂，他昨天打了2个在巴林的铝的工厂，制造铝的工厂，因为这边其实也是大宗物资出口的地方，但他为什么去打巴林的铝工厂呢？因为以色列在打伊朗的钢铁厂，所以他都是说跟你对等的。那这个换句话说，它其实是有谈判的空间的。但是呢，目前双方的谈判的条件完全在不同维度，那也就要看川普以色列在军事上，你如果真的有方法，你老早打下去了，然后呢，你愿意承受多少，然后你愿意怎么样去跟伊朗谈？我想这些国家可能都开始在磋商。到目前为止，4月7号早上的8点钟台北时间，那这个之前都可能有很多可能性。
其实的确有伊朗方面的官方说法，一方面除了以牙还牙之外，同时也保留可能要进一步谈判的可能性。但是就是呼吁美方跟以色列不要一边说又要打又要谈，然后又要来强烈的攻击。所以伊朗这个很酸味十足，说美国大兵来了是好莱坞士兵，然后记得包好尿布，这种呛虾的意味十足。也就是说你们出地面部队的话，我也不会客气，可能也是一种态度啊。文琪。应该这样讲啦，如果真的成真，就是所谓打地面战的话，我觉得就是那首歌啦，一出悲剧正上演，张学友的，因为是我觉得很容易陷入瓮中捉鳖。当你看到为什么美联社说他们说要达成这个5大目标，如果你仔仔细细的看这5个，坦白讲，只有第三项跟第4项可能比较接近美国当初的设定。当然，我也不晓得他是不是也中了毒，台湾的毒5大于6，否则你看到的，我不晓得这5大目标，除非他认为真的是武大郎对上潘金莲，他除了他的孙女喜欢读唐诗以外，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战略判断是很有问题的。那你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裹尿布，当然那是一个我们讲不管是心理战啊、宣传战，也就是我们说中共的类似3仗。你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威慑的作用？不然一般来讲，当然你会讲裹尸布嘛。可是刚刚我提到了，不管是刚刚将军讲的那个的相对的地理位置，是上次舰艇厕所爆炸爆裂，对，没有错。现在取消他们厕所可能不能用啊，没错，要带尿布啦。这件事情到现在都还没有给我们一个真相，说到底是不是这些官兵因为士气低落，然后不满，然后所以导致的。所以我说整个看下来，我觉得。这场战，我觉得美国就战略面而言，基本上是输了。可是我觉得令人感觉到难过的一点是，或许川普，因为我刚才提到他的孙女很喜欢背唐诗嘛，他说习近平是我的好友，记不记得我们的明朝的皇帝最后讲，只有亡国之臣，没有亡国之君。他提供的李威特，我不要再讲韩国的妖姬张绿水，你提供给你的总统说要不要打仗，结果你没有提供正确的资讯，你是只要他开心，所以我觉得他的幕僚基本上是有些糟糕的。回过头，如果你讲说，难道川普没有一丁点的好奇吗？刚刚我们讲，如果你真的认为有用的话，1次的炸弹、2次的炸弹，不管什么 GBU 的东西，你怎么会打了1万多次就？伊朗到现在还能够反击。我说，川普如果真的是个商人，他真的够聪明的话，他理论上想讲，这里面到底出了哪些内鬼？有没有人在骗我？否则我打了1万多个点，到现在伊朗还可以继续哦。所以我觉得奉劝川普。至于刚刚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E3C 的这个所谓的预警机，其实很简单。前阵子所谓的巴基斯坦的 F-10C， 就是歼10C，能够击落比它更先进的标风战机，就是因为预警机。所以我觉得整个态势看起来，我认为美国基本上只是虚张声势。但是我觉得不错的一点要称赞他终于在这一次，不管是犬4号或迪里波里号，还有刚刚讲的82空降旅，他没有再次的违反所谓的鲍威尔3原则，胜兵先胜。他这一次终于想说准备好了，我到那里展现我可信的威慑度。所以这里或许是他唯一我觉得值得称赞的地方。再来看到川普白宫记者会里面还在吹嘘哦，那个我的航空母舰，你知道有多少飞弹打过来吗？101枚，但我每一枚都被拦截下来了，打不到。好，强调是多么厉害，现场还响起了掌声。结果呢，现在最新伊朗宣布已经成功击中了美国的军舰。根据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指出，伊朗革命卫队成功击中的停在阿曼的附近的美国军事支援舰。但目前美方部分呢还是没有做出回应，通常都会立刻否认的，但这次还没有做成回应，所以伊朗军方说现在继续打击，虽然主要目标是以色列，但美军所在地也都要打，包括杜拜有2处美军的隐匿地点，伊朗宣称过去几个小时已经在阿联酋杜拜这里2处隐匿据点呢，都是有几百个人、上千人等等的位置，是美军聚集地，造成美军严重伤亡。不过这一点，美军倒是立刻否认哦。他说这些人没有所谓的隐身藏身处，也没有美方人员在这个地方遭到袭击。但是也门胡塞组织的参战，当然大家开始紧张了，因为是有不同层次的这个观点发生了问题。其中胡塞组织第一天他就袭击以色列2处军事地点，同时警告要求让以色列付出代价。以色列说
已经针对胡塞参战做好准备，警告任何攻击以色列的行为都要付出代价，互相要付出代价，包括全球吗？川普现在威胁的是什么？欧洲、北约国家上个月底决定对伊朗动武之前，并没有跟欧洲盟友征询过意见，没有打过 pass 啊。但是北约内部很多的领袖对这个行动不满呐，那以至于川普要大家一起加入北约第5条约集体防卫承诺，要他们履行。可是呢，他们都持续的比较消极，甚至是几乎是反对的，所以他批评盟国对于军事投入不足，翻旧账，指北约部队在阿富汗避战，哇，骂了一通。那么其中呢，施凯尔、马克宏通通都不以为然。川普批评了北约盟国法国、英国，然后把矛头还指向了德国。那么德国总理梅尔兹公开的讲说，伊朗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啊，川普就立刻回，乌克兰战争也不是我们的战争啊，但我们不是也在帮助他们吗？现在各种新闻满天飞，包括传出来加拿大居然有1000名的伊朗特工潜伏进去，这种担心都担心所谓的圣战行动可能扩大的恐怖攻击嘛所以目前这个报道里面说，这个前伊朗革命卫队呢有大概1000人潜伏在加拿大境内，其中还有30几位非常高阶的军官在里头，对于美国本土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其中，美国积极在挑拨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吗？美国资深外交官伯恩斯突然冒出来讲了这些话，他说这次中国自失了一个重要可以掌握跟中东的好时机。为什么？居然在委内瑞拉当时总统被抓，还有这次伊朗的战争的时候，中国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外交支持，不管对伊朗或委内瑞拉，所以呢，这样的损害呢，声称自己是全球主要参与者，却缺乏公信力。他甚至讲得很重说这些国家可能伊朗再也不相信中国了。到底是比较不相信谁啊？好，大家都会笑，因为他这一句话，他说因为不会相信反复无常的中国，那大家就会笑，到底是谁反复无常？比比看其他人。所以中国再次撞大运这个形容词是怎么回事？因为石油危机将来。刚刚讲如果科姆兹海峡、红海通被封，还得了？油价飙上200也不稀奇。所以这个中东乱局的能源风暴核心特征，就跟上一次的石油危机几乎被形容是一模一样。那大陆因为70%所谓锂电池、能源车，所谓的绿能系列的核心竞争能力，突然会被关注了起来。将军。我们先看这个塞拉拉港在什么地方这个很有意思。导播这边看一下塞拉拉港居然是在，各位看一下安曼，这是上面是荷姆斯海峡，它居然在这个地方我大概地图上面量了一下，它这个距离荷姆斯海峡最少也有500公里以上。那它不是，我们都一直以为是在荷姆斯海峡周边的这种港口，不是，它在后面这边港口居然这个伊朗的导弹我认为是应该是导弹打的，才可以飞到500-600公里这么远击中港口里面停了一艘船那代表什么意思？我觉得几个含义。第一个，伊朗哪来的这个卫星情报？谁告诉他说这边有一条军舰停在这个地方？他一定不是拿望远镜看的嘛。但是你看隔500-600公里，一定有某一个背后有个国家提供他卫星影像的情报，告诉他你这条船在这个地方。这第一个这值得我们后续做一个战略去探讨的。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认为很明显的，美军来讲掉以轻心你在港口那边，你可能停在这个位置，你就可能我这个地方是安全的跟度假的心态就没有完成戒备。跟当初在美国在伊拉克基地那个营区里面被无人机攻击到是同样的道理。无人机事实上是非常容易拦截的，你在那边摆一挺这个对空监视哨50机枪，你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它时速只有100多嘛。那结果没想到居然用无人机对它造成这个6个官兵的阵亡那同样这艘军舰是不是也是代表说美军是掉以轻心的？另外我们刚刚前一节有讲到各位知道这个美国的预警机1-3预警机被打掉有对美国战力有多伤吗？其实预警机打掉，各位这次打的是支援舰，然后那刚刚我们前一节讲的是打的是预警机，还有昨天说是美国的加油机 KC-135被打了3架，有2架他们自己撞在一起撞回。你知道打这些东西才是真的是宝贝，你知道吧？战场上真的是宝贝。你知道一架预警机被打掉，再加上5架的加油机，就干掉你一个中队的飞行战力所以你这个飞行，你如果说这个以色列或美国
从以色列起飞要到伊朗去实施攻击来讲的话，你来回中间一定要空中加油2次。那你少了6架的预警机，六架的加油机，6架加油机，1架加油机可以对4架的战机实施加油，是不是64？你就少了24架的这种战机的攻击能量。那你的预警机被打掉之后，你就没有空中预警的能力。那同样，这艘支援舰，我觉得这艘支援舰停在这边，你看停在这个港口很明显是在帮谁做补给支援呢？一定是在对林肯号做支援嘛？林肯号这时候停的位置应该在安曼湾的外面那个地方。那他官兵。他虽然说核子动力，他不需要加油，可是他官兵还是要吃要喝啊。他一直长期在海上，他又不敢靠近来被伊朗的导弹打到，所以他一直停在外航。那如果说以现在停了3个礼拜，那官兵还是要吃新鲜的食物啊，要饮用水啊。所以我认为这艘支援舰是在对林肯号做补给的动作。那之后来讲的话，如果说全4号。或者是迪里波利号来的话，也是很重要一艘支援舰。那这艘支援舰如果说这个被打掉，那林肯号的官兵吃不到新鲜的水果。我跟各位讲，那真的是会造反的。福特号不就是这样吗？对吧？你长期部署在外面，以美军这种少爷兵的这种个性来讲啊，你没有给他新鲜的水果吃，没有给他好喝的矿泉水，我跟你讲，他就给你厕所马桶所以给你乱，就造成马桶堵塞，甚至于洗衣房给你放火，放了火又救火又大家还不认真去救火啊，故意消极抵抗，让这场火烧了30个钟头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艘支援舰被打到，我觉得伊朗是瞄准它的后勤设施在打。现在来讲作战如果说能够射人先射马，擒贼先亡，将你的后勤设施打掉，对你林肯号的战力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跟美国的战略真的是立刻感觉这个非常有步骤。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差别很大。美国总统川普谴责北约的盟国都不愿意帮忙加入伊朗的这个护油等等的措施战事。同时，如果他认为这些有北约国家再这样下去，他不惜要退出北约。北约27个会员国，除了美国、加拿大之外，25个都在欧洲。这些欧洲国家为什么要跟你美国去结成军事联盟？冷战的时候，当然要引你美国的核子保护伞对抗苏联，形成2个集团。冷战之后还是维持呢，因为还是有俄罗斯的一个威胁。可是军事联盟，所以很清楚是寻求生存跟安全，不是送死联盟啊。那你现在在伊朗这个战争上面，你不只是没有事先通知，你根本就是个非法，是个侵略的战争，而且没有影响到你美国什么重大的利益，你美国也没有什么受到911的反恐攻击或者是任何其他的重大损失。事实上，你去年把伊朗的核子设施打得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结果这次要满足你干掉哈梅尼的一个妄想，你就以为伊朗会瓦解，结果你现在遭受到这种打击，你自己遭受不住了，全球的油或者是整个中东地缘政治会被你毁掉了。你这个时候叫我们北约去介入，我们不是去送死吗？怎么可能这个时候去护航？最谄媚的高市早苗在白宫极其的谄媚去支持川普回到日本，说不会派遣任何的军队，等到停战之后，我们也许会去帮助日本的船舰，都是为自己国家利益嘛。所以这个时候还会有那种极其愚蠢的前驻中国的美国大使伯恩斯，再去消遣中国。对不起，你美国搞的一个这个战争，你美国造成世界的动乱，中国大陆当然。第一个，它不是跟伊朗任何的军事联盟；第二个，这是你美国现在在跑到前面，大家谁愿意跑到第一线去跟你美国对撞呢？第三个，这个现在谁死谁输他还不知道哎。那这个时候突然这个跑来去消遣中国，我觉得这个尤其在我们在台湾呢，有一些言论呢，就觉得说，好像伊朗战争不管谁输谁赢啊，最大的输家就是中国。可是事实上呢？事实上，在中美对抗的时候啊，当美国开始受到影响的时候，赢家往往是中国啊。这个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朗战事现在美国收不了手，但是想不到美国的前外交官伯恩斯却出来喊：“哎，你中国大陆也是的角色。”我觉得伯恩斯有可能吃到川普的口水啦，我觉得他太过玻璃心了。坦白讲，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他们一直在用围棋的策略，所以你不管是看所谓的上合组织啦、金砖啊、一带一路啊，其实坦白讲，中国的努力大家都看到。我请导播 take 一下，我们为什么说他们现在在新能源的部分？如果简单讲，全球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电元件出自中国大陆。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人家的长板，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因为所谓的中东战火，就根据他们的海关资料，今年2个月的原油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5.8%，他们的准备原油产量自己的本身有2.15亿吨，然后他们的天然气有2600亿立方米。换言之，中国大陆一直在用围棋的策略，人家是非常用心。今天你没有看到人家的进步，所以今天各位如果仔细去看，为什么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各位，如果你仔细的去想，到底谁比较急，谁比较想要见谁？其实川普一直放话，各位有没有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其实非常的淡定，羽扇纶巾，像诸葛亮一样，都是你在讲，我哪时候要去，然后哪时候怎么样，到底谁比较需要谁？